这是不是你和别人聊天的情况？大家一开始聊得热火朝天，但突然间就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大家彼此对望着，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你好不容易遇见那个他，却不好意思开口。在聊天中，这些情况常常出现，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聊得热火朝天，所有场面掌控自如？这期影片将分享2个聊天思维、9个聊天技巧，使你今后聊天让对方觉得投缘，让话题聊不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理解聊天到底聊的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兴趣、爱好、阅历等等，但这只是表面。99%的人都不知道，聊天其实聊的是人性。我们从人性出发开启一段聊天，也基于人性，希望聊天变得生动有趣。这既是原因，也是过程，甚至是我们渴望的结果。那么在聊天这个行为中，我认为最主要的人性就是我们都关心自己。看到最后，你会知道到底怎么让对话有聊头，聊天中有哪一些可以避免的误区，为什么聊天基于人性，还有从根本上改善聊天的方法。只要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心理健康、自我管理的资讯了。我也希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然后分享出去。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都可以聊天顺利，不再孤独。这是健谈，我是阿德，我们健康轻松谈。不可否认，人们通常倾向于谈论那些与自己有关的话题，就像我刚刚希望大家帮我点赞一样。这是因为我们自然的会对自己的兴趣和经历感兴趣。当我们和他人交谈时，这种倾向会体现出来，可能会出现聊到自己时讲个不停，但在听到对方谈论他自己时，就只会说你说的对。这是人类天生的特质，这就衍生出了我们聊天的第一个思路：投其所好。你带着另一半逛街，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看上了一个小东西，今天就是要买这个小礼品。你说不行啊，亲爱的，这个太贵太浪费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他说不，你说再看看，拉扯3、4个回合，最后2个人都闷闷不乐。和朋友、同事、家人也有类似的情况，你发现对方说错了一个知识点，或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然后你就立刻反驳他，当时情况就可能变得很尴尬，或者久而久之，你发现再约这个人约不到了，别人不愿意和你聊天了。单单分析对话，这其实就是我们都关心自己的体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也愿意与认同自己的人在一起。所以要想进行愉快的对话，我们可以反向思考，去尝试理解对方的兴趣，在话题上寻找共鸣点。这可不是去当舔狗，无止境的去讨对方的开心。相反的，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过程。既然我这么喜欢谈论自己的兴趣，那你也一定喜欢讨论自己吧。人性的弱点一书作者卡内基说过，如果你时刻关心别人，对别人发生兴趣，在2个月的时间里所交的朋友，要比只想让别人关心你，对你发生兴趣，在2年的时间里所交的朋友还多。这一点很重要，人们通常会更愿意与那些关注自己和尊重自己的人交流。其实没有必要不断纠错，不是对的有理的观点一定会让听的人感到爽。2个人聊天，由于经历不同，对话一定是一个思维碰撞的过程。但为什么一些人聊得很愉快，就是因为有来有往的聊天必定是双方快乐，双方都感兴趣的。但有不少人聊着聊着就到了辩论的程度，这就是没有反向思考。我们都关心自己的人性本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经历，因此即使你的观点在逻辑上很有道理，也不一定会赢得对方的认同。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只关注于自己，滔滔不绝地将自己做过的事一直讲。要是对方对我们有兴趣还好，要是没有，这直接就会消耗对方聊天的热情。这种情况与上面提到的辩论模式相反，可以被称为演讲模式，完全没有互动。为了聊天能进行下去，我们需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你来我往。而想要一个你来我往的聊天，我们需要找到对方的兴趣点，这个可以在平时或对话中观察。例如，如果我注意到对方喜欢某种特定的电影类型，或者喜欢旅行，那就可以从这些方面作为切入点，展开有趣的对话。当我们能够针对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对话就会更具有吸引力和意义。我们可以以自己为出发点，但最终将对话联系到对方，增加关联性，以确保对话充满意义和深度。以自己为出发点意味着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经验和兴趣，这是建立对话的重要一步，因为它展示了我们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然而，如果我们一味地陷入自己的世界，不关心对方的参与，就容易造成对话的僵局和单调。因此，尽管以自己为出发点是重要的，但它不应成为独立于对方的对话。然而，如果我们努力将对话联系到对方，增加关联性，一来一回的对话就能够出现。增加关联性意味着我们需要根据对方的回应和兴趣来调整和引导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察觉到对方对某个话题或观点感兴趣，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以引发更有深度的讨论。通过关注对方的反应，我们可以使对话更具针对性和有意义。另外，一定要注意避免过度以自我为中心，即使我们以自己为出发点，也不应忽视对方的需求和兴趣。尊重对方的意见，倾听他们的观点，并回应他们的话题，可以增加对话的互动性和吸引力。不要让对话成为一个单方面的展示，而是让它成为一个相互分享和交流的机会。也可以以守为攻，成为聆听者，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了解对方的策略。大多数人在聊天中过于关注自己的观点和话题，而忽略了对方的声音。然而，当我们聆听对方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兴趣和感受。通过主动聆听，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对方的需求，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对话。当对方感到自己被尊重和理解时，他们也更有可能打开心扉，分享更多的信息和感受。这可以建立起更坚实的信任基础，使对话更加深入。但聆听并不仅仅是听取对方的言辞，还包括表达出对他们的尊重和兴趣，让他们感觉受到重视。通过观察和理解别人的言辞和情感，我们可以更好地回应他们的需求，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双向的沟通技巧，有助于建立更健康、更有建设性的对话，使我们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和共事，拓宽自己的视野，学习到新的知识。如果一个话题逐渐消耗完毕，我们就可以试着从中找出一些相关的子话题来延续对话。例如，如果我们正在谈论某部电影，我们就可以从演员、剧情到制作团队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个可以称之为衍生话题。注意到这些点，对话基本上就可以无限延续下去了。从子话题中再找子话题。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你今天还好吗？在对方回答我还好之后，你要么重新开话题，要么对话就结束了。这类型的问题叫做封闭式问题，答案只有是和不是两种。我们肯定是不想要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同的是，如果我们问你觉得今天怎么样，这样对方能给出的答案就可以是描述性的，或者是一件今天经历过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这种类型的问题被称为开放式问题，不仅可以打开话题，还能够引导对方分享他们感兴趣的事情，鼓励人们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感受和想法。这种开放性的交流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建立连接，不仅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让对方感受到被关心，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察对方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经历。这有助于建立更深入的连接，并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情感。当然，有的时候不需要发问，也可以使用陈述句。什么时候使用，这要根据情境和对方的反应来决定。如果我发现对方对某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或者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内容，那么可以借机提出一些开放式问题，以引导对话，但也要确保不过于冗长或过于侵入性，以免让对方感受到压力。提问和陈述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一次对话中，我们可以交替使用这两种方式，以保持对话的多样性和平衡。例如，我们可以陈述一些观点和经验，然后问对方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看法。这种结合使用提问和陈述的方法，可以让对话更加流畅和有趣。第二个思维是充足准备变得自信，这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我们会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让我们对聊天更加了解，所以一定要耐心地听下去，看看这是不是你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得犹豫不决、不自信、频繁使用废话、的，事后还会懊悔，哎呀，对方是不是不高兴了？怎么办？万一是和很重要的人聊天发生这种情况，你后悔的还会更严重。不用想，这就是缺乏自信。自信有多重要呢？自信直接影响到交流的效果和质量。
自信的人更容易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他们不容易因为紧张或不安而讲不出东西或结巴。自信的人通常更容易吸引他人的注意和兴趣，因为他们传递出一种吸引力的氛围。自信也可以增强他人对你的信任感。当你表现出自信时，他人更容易相信你的陈述和承诺。自信在聊天中的好处有千万，但如果我们做不到，就只是在空谈。有一些可以让我们看起来、说起来更自信的方法。如果你想要与某人聊天，我们就可以提前思考一些可能的话题和观点，这样在实际对话中就会更有自信。这样的提前计划是可以确保对话流畅和有意义的关键。虽然有些对话是可能随时发生的，但对于一些重要或特定的场合，预先准备和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达到交流的目标。提前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对话的目的和主题。在开始聊天之前，思考一下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想要讨论什么主题。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对话中保持焦点，避免不必要的跑题和散漫。无论是商务会议、社交聚会还是家庭对话，明确的目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组织自己的思维和言辞。如果我们提前了解了对方的经历、爱好或关注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调整话题和讨论方式，来增加对方的兴趣和投入。这有助于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并使对话更加愉快和有意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可以让对话更加愉快和有趣，即使一开始似乎没有太多交集。通过仔细观察和提出相关问题，我们也可以逐渐找到共同点，并在这些基础上建立更深入的对话。这种共鸣可以增加对话的热度，使其更加有吸引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了解时，自信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试试练习与他人聊天。通过模拟对话，我们可以逐渐克服紧张和犹豫，提高自己的自信水平。此外，要注意语速和语调，慢下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避免匆忙和紧张导致的废话。一个让我们显得不自信的误区就是爱解释。在与人交流时，许多人都倾向于喜欢解释自己的观点、行为或决策，这也是因为我们都关心自己，我们都希望被理解和接受，但是喜欢解释也可能导致一些问题。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和暧昧对象或者和刚认识的朋友聊天，我们可能会发现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天对方怎么这么冷淡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越想越慌，越想越慌，然后开始疯狂解释，甚至直接发小作文给对方。那这就很有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自在或者感受到压力，久了对方可能直接人间蒸发。有人会想了，哎呀，解释清楚才会让对方有安全感嘛。然而对于刚刚认识的人，安全感可不是现在给的，只有暧昧对象变成了你的男女朋友时，他才需要你给的安全感。只有朋友熟悉了，信任才变得更有价值。在这之前，你的解释除了会给到对方压力，还会显得不自信。没人会想要不自信、不强大的另一半或朋友。因此，在与他人交流时，可以适度解释，不要过于强调自己的观点或行为动机。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交谈中不自信的问题，我推荐平时可以提高自己，增加知识量。了解更多不同领域的知识，可以让我们在各种话题上都有深度的参与。这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对话内容，还能提高自信，因为我们可以就不同主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能聊得更具体。你有金刚钻，自然就不怕瓷器活了。运动、读书、旅游、参加课程都是提高自己的有效方式。这些知识可以在与人交流时派上用场，这样在和别人聊天就不仅仅是接受信息，我们也能提供价值了。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有益的信息、见解或者建议，对话就更具吸引力，对方也更愿意与我们互动，提供价值，这样后面的聊天才能顺利。希望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聊天顺利，没有聊不到一块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些思维还算有用，那我呼吁你来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关于情商、心理健康、自我管理的资讯了。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好了，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